大家好，这里是 IT Commander。这期节目呢，给大家介绍一个小工具。这个工具可以帮你编辑你的 Home Assistant 的 YAML 文件，它可以检查你的 Home Assistant 的 YAML 文件是否正确。我先给大家看一下它的效果。我们打开 Home Assistant 的首页，我们看左边这边会多出一个 Configurator。当我们打开 Configurator 之后呢，我们点这里面打开文件系统，我们找到 configuration.yaml，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YAML 文件就打开了。我们可以在里边编写和配置，而且呢，它有大家看右上角这有个绿色的对勾，它可以帮你检查你的配置文件是否正确。如果格式不正确的话，它这边不会是一个绿色的对勾。然后这边编辑的地方呢，有一些很有用的工具，包括这个缩进和这个对齐等等的功能。然后我们还有一个折叠的功能，我们可以把这些部分都折叠起来，比如说你有几个开关什么的，都可以把每一个大类折叠起来。这样呢，比如说你的 YAML 文件特别长也没关系，它折叠起来以后，你可以分类展开。再点这个小箭头可以分类展开，比如说我们只要看这一段，其他地方折叠起来，这样的话便于你去查看。然后我们修改完之后，让我们比如说加一个空格，这边会多出一个保存的按钮。然后我们假设输入一个错误的字符，大家看这边就是一个叹号，这边出现叹号证明你的配置文件是不对的，你的 Home Assistant 是肯定启动不了的。那我们点叉子 Close File 不保存，我们选是。这个工具呢非常的好用，这样呢我们就可以抛弃 Xshell 来编辑你的 YAML 文件。编辑完之后，我们还可以从配置 Service Control 这里边重新启动你的 Home Assistant。这样呢，我们就完全可以不用我们的 Xshell 就可以修改你的配置了。好，废话不多说，我现在呢就带大家去安装。首先呢，还是打开我的网站，我的网站上面有一篇新的文章发布。我会把网站链接放在视频里。好，打开我的网站，我们可以看到，它只需要2个部分就可以完成这个 YAML 编辑器的安装。一部分呢是执行安装命令，然后呢，另一部分就是我们把这个 panel 配置到左边。现在呢，我用一个全新安装的 Home Assistant 来给大家演示一下如何在你的左侧添加一个 Configurator 进来，直接编辑你的 Home Assistant 的 Configuration 文件。我们首先呢，复制第一段代码，全部复制到剪切板，然后打开我们全新安装的这台 Home Assistant 的树莓派。我们用派用户登录进来之后，我们把刚才复制的内容全部都粘贴进来。好了，如果你的屏幕现在是跟我一样的话呢，你的安装就完成了。我们用 PS-EF 看一下，你的进程里边会多一条这样的进程，这样证明呢安装就是成功的。我们再看 Home Assistant， 这里边刷新一下呢，并没有多出来左边的 Configurator， 这是因为我们还差最后一步没有完成。我们找到网站的最后一步，把所有的代码
还是复制到剪切板，然后我们回到 Xshell， 我们 CD 到我们的 Home Assistant 的目录，我们用 nano 命令编辑 configuration .yaml， 希望这是我最后一次编辑这个文件，因为我们现在有了很好用的工具。我们把光标挪到最后，把刚才的东西贴进去，贴进去之后我们需要修改一下 IP 地址，我们按照这个树莓派的 IP 地址来写，我的 IP 地址是 10.10.10.195， 那么我们按 Ctrl X 按 Y 按回车保存，这个时候我们需要重启一下我们的 Home Assistant 的进程，这里呢我就不用命令重启了，我给大家演示一下如何在网页界面上重启一下 Home Assistant 的进程。我们点配置，通用，这里边有一个配置重载，我们重载核心配置，然后刷新一下网页，然而并没有发生什么，看来我们要重启服务才可以。我现在点了重启服务了，大家看左下角已经连接中断，正在重新连接，在这里点击和在 Xshell 里边重启我们的 Home Assistant 是一个道理。大家一定记得订阅我的频道，并且点赞、转发、评论，谢谢你对我的支持，我以后会给大家推出更好、更实用的智能家居的教程。好了，现在我们的 Home Assistant 已经重启完毕了。大家看，左边已经多出来一个 Configurator。当我们点击这个 Configurator 的时候，这边会跳出一个用户名密码的界面。我们在这里输入用户名为 Admin， 密码为 IT Commander， 全部是小写。然后这个界面会出来，然后我们点左边的文件夹的图标，选择你 Home Assistant 配置文件的所在路径。如果你是树莓派的话，它就应该在 Home 派下面的 Home Assistant 目录下的 Configuration 下面。我们选好之后，就可以在这里边编辑了。这样的话呢，我们再也不会出错了，再也不会因为配置文件格式的问题头疼了。大家是不是觉得这个工具非常的有用？谢谢大家收看我的视频。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，一定记得点赞、订阅、分享，谢谢大家。下期节目再见。